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是我们推出的 Buy and Hold 系列之一。在之前的标普500指数基金视频中，我们已经详细探讨了为什么投资美股以及选择指数基金的理由。今天呢，我们将聚焦于纳斯达克100指数，深入分析它的核心特点、相关科技 ETF、QQQM、QQQ、VUG、VGT、XLK、MAGS 它们的历史表现、Fair 数据以及中国大陆投资者如何购买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看纳斯达克100指数是什么。它呀可是科技经济的风向标。纳斯达克100指数由纳斯达克交易所编制，追踪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100家非金融公司，科技行业占比约 50% 到 60%， 消费服务比如好事多和医疗比如吉利德、摩德纳各占 10% 到 15%， 代表全球创新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。相比于标普500的广泛覆盖，纳斯达克100更加聚焦于高增长、创新驱动的公司，尤其是科技巨头公司。那么，纳斯达克100的特点都有哪些呢？首先，它行业集中，科技公司占指数权重约 50% 以上，包括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英伟达、Meta、Google、特斯拉等科技七姐妹。第二呢，它的市值加权重按公司市值分配，反映市场对领先企业的认可。第三，动态调整，指数每年重新平衡，确保始终代表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公司。过时的公司呢将会被剔除，新兴明星公司会被纳入。然后它的持仓限制也有规则，是 48% 的规则，即所有权重超过 4.5% 的股票合计权重不得超过 48%。 比如2024年12月23号的调整，博通因股价暴涨，年内近 100%， 前5大股票合计权重接近或超过 48%， 就下调了博通、特斯拉、Meta 的权重。而且纳斯达克100指数呢，被视为全球科技经济的晴雨表，科技行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。纳斯达克100捕捉了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电子商务、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领先公司。2025年指数可能继续调整，以反映 AI、云计算等新兴趋势。投资纳指100就相当于押注于未来的创新与增长。然后呢，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纳斯达克100的历史表现与菲尔启示。纳斯达克100指数自1985年推出以来，经历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、2008年的金融危机、2020年新冠疫情等多次市场周期。以下是它的历史表现。首先第一点，它的长期回报是怎么样呢？1995年投资$1与 QQQ 的话，到2025年6月回报约为$50.92，30年50倍，年化回报率大概是 14%， 高于标普500的 10.25%。 再来看一看它的波动性，年化标准差约为 24.04%， 高于标普500的 15.18%， 反映了比较高的风险。然后它的最大回撤是怎么样呢？2000年互联网泡沫回撤是 81.08%， 恢复时间约为15年。2008年的金融危机回撤是 50.2%， 恢复时间大约是4年。那么它的韧性怎么样呢？尽管波动比较大，纳斯达克100在每次危机后均创出新高，展现了科技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。所以呢，它具有较高的波动性与高回报。科技行业的快速变化使纳斯达克100波动性高于标普500，但长期回报也更高一些。
所以 ARK 投资管理公司的创始人木头姐，也就是凯修德，通过主动管理，坚定信仰美国科技股。他的投资策略聚焦于人工智能、DNA 测序、机器人技术、能源储存和区块链等领域。他相信这些领域的创新将呈指数级增长，并为早期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回报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菲尔数据，在过去的30年，纳斯达克100的安全提款率大约为 11.56%， 永久提款率大约为 11.06%。 这也就意味着退休后100万美元的纳斯达克100投资组合每年可以安全提取 11.56 万美元，而且本金不会被耗尽，优于 4% 的法则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主流纳斯达克100及其他科技 ETF 分析。投资美股的科技股，主流选择是纳斯达克100相关 ETF， 比如 QQQM、QQQ 以及其他科技成长型 ETF， 比如 VOG、VZT、XLK、MAGS。 那么投资纳指100最常用的 ETF 是 QQQ。1999年推出，费率是 0.2%， 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。Invesco 虽然不愿意降费，但却在2020年推出了 0.15% 费率的 QQQM， 规模300亿美元，追踪的都是纳斯达克100，适合个人长期投资者持有。 QQQ 适合追求极致流动性的投资者或者机构。另外，有些科技公司选择在纽交所，比如 Oracle、Uber、Circle 等，这些公司不包含在纳指100指数里。除了追踪纳指100的 ETF 外，其他科技股 ETF 主要有 VOG、XLK、MAGS 等等。VOG 呢由 Vanguard 发行，包含约200只大型成长股，选股涵盖了纽交所和纳斯达克，是大盘成长风格。XLK 呢高度聚焦信息技术，约占 90%， 以纳斯达克100的科技巨头为主，苹果、微软合计约 40%。 MAGS 等持有科技七姐妹，仅有7只股票，平均分配权重呢大约是 14.3% 每只，高度集中。信息科技板块 ETF 呢可以考虑先锋集团的 VGT， 包括信息技术公司，比如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，但不含通讯服务，比如 Google、Meta， 或者消费品，比如亚马逊。那么QQQM 呢适合低费率定投， QQQ 适合高流动性需求， VOG 适合分散化成长投资， VGT、XLK 适合科技专注， MAGS 呢适合高风险 AI 投资。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市场如何购买纳斯达克100以及其他科技 ETF。中国大陆投资者呢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投资纳斯达克100以及相关科技 ETF。第一部分呢是场内 ETF 纳斯达克100，包含有呢广发纳斯达克100 ETF 159941，规模是224亿人民币；国泰纳斯达克100 ETF 513100，规模是132亿人民币；华夏纳斯达克100 ETF 513300，规模是63亿人民币。另外呢，场外还可以选这3家公司的场外基金，比如广发27042，国泰160213，华夏015299。还有呢其他科技 ETF， 比如对标 XLK 的易方达标普科技信息161128，主动性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017436，以及华宝海外科技股票501312。这些呢持仓变化大，没有办法对标。如果对木头姐的 ARK 系列感兴趣呢，可以考虑华宝海外501312。当然呢
我们还需要关注到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。第一点呢，中国市场 QDTT 基金费率较高，大概是 0.5% 到 1.5%， 可能存在溢价和汇率波动风险。以及纳斯达克100 ETF 长期走势与指数高度一致，但短期呢可能因市场情绪、QDII 额度限制或者政策影响呢略有偏差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出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呢是普通投资者分享科技行业增长红利的理想选择。单一股票持仓限制确保了指数的多元化，降低了集中风险，特别是在科技巨头主导的市场环境中。推荐低费率 ETF， 比如 QQQM， 它的费率是 0.15%， 或者 VOG 费率是 0.04%， 这些呢可以用来长期定投资美国科技股。 VGT 或 XLK 呢适合专注科技行业的投资者。那么 MAGS 呢则适合压住科技七姐妹的激进投资者。通过定投和长期持有，规避情绪化交易，享受科技驱动的复利增长。如果想长期锚定纳指100，可以优先选择 QQQM。 指数基金呢以托宾分离定理和 CAPM 为理论基础，通过低成本、分散化和纪律性投资捕捉市场的平均回报。投资者呢容易因恐惧或者贪婪做出错误的决策，而指数基金的纪律性投资方式能有效规避这些陷阱。选择纳斯达克100或者是其他科技 ETF， 就是选择相信科技与创新的未来。您对纳斯达克100或者 VOG、VGT、XLK、MAGS 有什么疑问吗？您目前投资了哪些科技相关的指数基金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您觉得这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更多朋友。下期再见。